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这期节目的内容太重要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运和未来中共政权的命运。这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共解放军。最新的消息，中国国防部长兼国务委员李尚福失踪2个多星期了，现在传出消息，他已经被软禁。我之前讲了，最开始是美国驻日本大使发了一个推文，说国防部长消失了2个星期，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跟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一样，突然被秘密的免职？他还引用阿加莎的小说开玩笑说这是无人生还，结果现在真的被他说中了。据路透社、金融时报和华盛顿邮报3家国际大媒体的报道，李尚福因为贪腐问题已经被逮捕，他涉及的是中共军事装备的采购问题。他曾经就担任中国军事装备采购的负责人，而这里边水又特别的深，涉及到严重的贪腐。那李尚福可是习近平的亲信，是习近平亲自提拔上来的，这真的变成了习近平壮士断腕，把自己人给干掉了。当然也可见他的反腐的决心，但是我后面会讲到。那么我们先看路透社的报道到底有哪些信息。正式坐实李尚福被抓的这个事情，就是中国突然取消了出席越南举办的防务合作年度会议。中共给出的理由是李部长身体不适，他失踪了2个星期，然后现在又说他身体不适，缺席一个重要的军方合作的这个会议，那就说明他临时出席不了这场活动了。那如果你身体有问题的话，你为什么之前有2个星期都消失？对吧？那2个星期，如果你身体问题消失的话，你早就应该告诉越南说我出席不了这个会议。所以这是一个临时的决定，说明对他的审判、对他的调查发现问题越来越多，他不适合去越南了。李尚福曾经因为跟俄罗斯的军购导致被美国制裁，美国制裁倒没对他有什么影响，他最后还是要被自己人干掉。除了他被调查以外，据说还有另外8名中共军方的高级官员也正在接受调查。这个贪腐案应该是非常庞大，涉及的人也非常多。现在美国的情报部门也通过媒体表示李尚福已经被解职了，那基本上就坐实了这个传言。我过去还比较谨慎，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现在子弹终于落地了。毕竟我之前还有点疑虑，就是习近平自己的亲信会因为贪腐问题被干掉吗？你要说贪腐，有几个不贪腐的？过去都是跟习近平有竞争关系的那些前朝元老们，他们的马仔都被习近平干掉了，把这些空位腾出来给自己人，但是现在却把自己人一个又一个干掉，这是干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习近平到底干掉了多少军方和政府的高官。有人就做了一个统计，首先7月份的炒作之王秦刚已经神秘消失，现在基本应该已经证实被免去了外交部长职位。还有火箭军总司令李玉超已经被双规，还有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他在家中的卫生间自缢，估计他怕被刑讯逼供，或者是不想出卖其他人，也可能是想保住自己的声誉。还有前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军在67岁的时候病死，延迟了3个月才公布死讯。网上有网友就开玩笑说，王少军同志经党组织研究讨论，你已重病在身，决定病死。还有另一位火箭军副司令张振中，他被李玉超案牵连，结果也被双规。另外就是李尚福的前任魏凤和，是前国防部长兼国务委员，据说也因为李玉超的案件被双规调查。他被免职之后，由李尚福接任国防部长兼国务委员，结果不到1年时间，他也失踪2周，现在终于有了眉目，他也落马了。就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军方经历了一场大清洗。那这场清洗的不是习近平的敌对势力，清洗的是习近平自己人。那就有意思了。习近平扶持了这么多人，填了这么多空啊，把之前的人用打老虎的办法说他们贪腐，把他们抓了，留下的空由自己的人填了之后，却把自己人又清洗一遍。你到底是在干嘛？我们可以从这儿解读出，习近平的首要任务是维持中共政权的稳定和安全，对吧？那么如果军队有大量的贪腐，军心涣散，军事战斗力低下，那这种情况下，当共产党需要调动军队来维持他政权安全的时候，那就会掉链子，会出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站在习近平的角度去思考，你贪污，比如说你的家人收点钱，这都是小事儿，对吧？谁都可以贪，你只要为我工作，你只要忠心于我就可以了，你不是前朝的人马就可以。但问题是这个贪腐
不能够影响你的工作，或者说这个贪腐不能够伤害中共维持政权稳定的根本能力。有些小打小闹其实没那么大的关系，你的权利被剥夺之后，我也不一定非得置你于死地。就像之前的那么多的官员，对吧？沈栋之前曝光温家宝家族，没事儿，为什么没事儿？就是你已经没有权利了，而且贪腐问题是以前的事儿，你都交代清楚了啊，挣来的钱交给中央，破财交差也就算了，给你留点面子。但是我新提拔上来的重要的军中大员，我指望着你替我干活，指望着你把中国军队的能力带到一个新的台阶，结果你在军事装备采购当中贪污腐败。中国现在每年的军费已经超过1万亿人民币，这么庞大的一个资金进入到一个封闭的体系当中，所有事情都是暗箱操作，全部不公开，没有人监督，和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人说了算。比如说李尚福，他既作为习近平的亲信，同时又掌管军购，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有很多的暗箱操作的办法，就是别的人没有办法去介入，全部都是这个部门的最高领导人一句话的事，那你就太容易在这里边做一些手脚了。稍微做这么一点点手脚，你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这种诱惑力之强大，对于这些人来讲，基本上他们没法抵抗了。这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如果再仔细分析中共解放军的腐败问题，有这么重要的几点。第一点就是任人唯亲，你是他的亲信，你信任他，你就可以直接提拔他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可能根本没有能力。这个问题在中国政坛也非常的普遍。然后他去了之后，他能够干成什么事儿呢？基本很多事都是秘书干了，讲稿也是秘书写，去哪儿考察全部秘书给安排好，基本上就是个木头人。但是你可以作威作福啊，你可以捞取这么多的油水啊，这是第一点，能力低下。第二点，如果你是个没有能力、贪财好色的人，那底下的那些给你干活的人，你都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做？这里边有能力的人可能都已经被剔除出去了，因为你越有能力就越功高震主，所以上边无能，下边的人就算有能也装成无能，大家都全部一起摆烂，大家一起去贪财好色算了，最后导致下边的人也没有执行能力，也没有战斗能力，在军队当中那就问题更严重了。你怎么打仗？大家都在想着怎么发财致富，谁愿意去冒生命的危险，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宣传上的意识形态？在此之前，习近平就已经干掉了中共军中大佬，就是曾经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那个时候还有一篇报道，军事科学院的院长杨春长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提到说，他在总政治部当副局长的时候，当时纪检部的部长就是彭德怀的侄女，叫彭刚，号称军队的女包公，铁面无私。杨春长就跟彭刚说，现在军中的这个腐败问题太严重了，你应该抓一抓。然后彭刚就唉声叹气，无可奈何的样子。他举个例子，有一个高级领导一个人占了7台车，他想向上级通报一下，结果不被上级领导批准，说这事儿不要讲，不要管。杨春长就回忆说，一个纪检部门的部长都这么无能为力，说明军队的这个监督体制根本是形同虚设。那么最重要的，除了影响中国军队战斗力以外，还有就是军备问题，就是之前的谷俊山下台和这一次李尚福下台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军备采购。当年不管是鸦片战争还是甲午战争，除了军队体制军事人员素质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军备的问题，对方的军备比你先进太多了，而中国本身就已经落后于最先进的国家了，结果你在里边还有偷工减料，还有很多的猫腻。林则徐视察前线，发现所有的这些炮都点不着，怎么办？但你摆出来确实很好看，什么都有了，这都是装样子的。中国的这些军备难道不是吗？什么辽宁号、山东号真的能打得了仗吗？还是说只能摆出来演习装个样子呢？那这些军备问题是不是李尚福要负主要责任？所以一旦发现问题了，李尚福就是直接责任人，习近平必然震怒。所以从这儿还可以看出2个问题，一个就是习近平真的是想治贪腐，真的是想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因为他认为未来中国的经济肯定是越来越差，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也必然会陷入到冲突当中，那么军队就是保证共产党永久执政的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嘛，对吧？他意识到这一点了，他本身又是军队出身，但是问题是军队的腐败甚至比政坛腐败更严重。他如果是个封闭体制，没有监督，你只能自己监督自己。
对吧？所以说，其实这里边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他已经在军队里做了这么多反腐的工作，最后提拔上自己人来还是腐败的，说明他根本没有能力。虽然他有强烈的意愿，但是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消灭军中腐败。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暴露出中国体制的根本问题，你的腐败是根深蒂固的。换句话说，就是烂到根儿了。你习近平再怎么想办法改变这个现实，你也改变不了。最后你甚至要自己给自己一刀，你刚刚提拔上来的人再把他的权利给剥夺，而且这个人还是替换上一个被抓的那个贪腐的官员，所以这个看起来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没有一个是好的，没有一个是清白的。他如果这么继续打下去的话，万一真的出事了，真的需要动刀动枪了，需要上战场了，那底下那些官员没准真的就翻了。所以军队当中调转枪头的可能性，从这件事情反映出越来越大。这些人腐败透顶，一个接一个，全部都是如此。他们是绝对打不了仗的，谁让他们打仗，他们跟谁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中国军队的腐败现实，以及习近平个人的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这为什么我过去把习近平跟王莽相提并论，都是有点志大才疏。虽然王莽是读书读得很厉害啊，但他实际能力还是很欠缺的。习近平就更不要说了，他的知识文化水平就比较低了，可能对他来讲最清晰的一点就是路线方针，如何的维持中共政权的体制，然后再加一点政治斗争的经验，他就能够走到今天。但是他跟王莽最终都会有同样的悲剧，就是你们都有野心，都想改变这个国家，想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都是经过血腥的政治斗争，最终脱颖而出，走上了最高峰，但是最后都会成为时代的悲剧。原因就是他们的理想和现实差距太大，而他们又没有能力把理想变成现实。就在徐才厚、谷俊山下台的当年，当时公布的2015年公布的，在前一年2014年，我们可以看看中共军方有多少人落马，还不说那些中下层的官兵，就光是军级以上的干部，原防空兵指挥学院政委、山西省军区原司令、西藏军区副政委、四川省军区原政委、成都军区副司令、济南军区原副参谋长、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原副主席、总后勤部副部长、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南京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兰州军区副政委、第二炮兵副政委、96301部队副部队长。这还没有打仗呢，每过几年，这个中共军事高层就要来一轮大清洗，对吧？这不是台湾，不是美国，不是日本把这些中国军事高层给干掉的，是他们自己干掉的，好不好？所以对于这些军队高层官员来讲，我还打什么仗啊打？你上边的人就可能把我干掉了，底下的一些官兵也都看到了，去前线必死无疑，留在后边呢，没准上边的人被干掉了，我还能够当个官。总之，中共军方当中的腐败和习近平根本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个问题，导致中国的军心涣散，战斗力低下。不管他现在这个现代化的装备有多少，但是他们的战斗意志仍然值得怀疑。现在看到的都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并没有真正打仗。还有就是全部都是宣传口号啊，我们军队多强，我们战斗力多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统一大业，怎么样，全部都是口号，对吧？这些官员，落马官员，他们在讲台上边，他们在训斥下边的官员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大义凛然、义愤填膺的，对吧？在私底下干的事儿呢，所以你不要看他们说什么，关键看他们做什么。除了军中腐败以外，中国军队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海陆空三军，当然你还可以加上太空部门、网络部门，这些部门他们不能够非常有效的协同作战，这是解放军的一个很大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最根源也来自于体制，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部门它不可能能够协调，因为协调的话，他们需要像美国这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样的职位，需要把所有人统筹起来，但是这样的人让习近平和其他的常委不放心，所以就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中共军方都没有发展出来这样的一个体制，没有这样的体制，那就只能各自作战。我还是那句话，不要看表面 ，OK？ 很多人都喜欢看表面，特别是五毛粉红，喜欢利用表面的数据、表面的一些什么宣传片，一个什么军事演习、海陆空三军配合怎么样，这都是表演 ，OK？ 真的打起仗来，它是需要出人、出力、出命，需要各种调兵遣将、配备资源。那个时候，这些军种能够真正的协调作战吗？如果没有一个协调的体制的话，所以说，中国未来如果一旦跟台湾或者跟美日开战，下场一定跟大清帝国的下场一样，
不管他们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取得了多么大的成绩，购买多少先进装备，比过去强了多少倍，这些都是表面的。过去的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了，表面功夫做的再花哨，你的根本体制不改变，最终一定还是会一败涂地。其实在我面前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已经是走向穷途末路，普京的政权也摇摇欲坠，他们现在还没有倒，关键问题就是西方还没有尽全力来对付他，北约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直接出兵，对吧？都是在军事援助乌克兰。而且俄罗斯能够撑到今天，其实也是靠西方。比如说，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以前超过90%的技术都是来自于欧美，现在经过制裁已经降到30%。按照美国官员的话说，但是30%仍然很高啊。就在最近，美国还宣布对150个援助俄罗斯的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这种制裁就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今天制裁几个，明天制裁几个。所以说俄罗斯还能够撑到今天，你能活着不是因为你的强大，而是因为敌人的仁慈和顾虑。但不管怎么样，中国早晚要步俄罗斯的后尘，甚至可能会遭到比俄罗斯更大的灭顶之灾。因为俄罗斯侵犯的是乌克兰，影响最大的是欧洲的利益。美国到现在为止都有很多不愿意介入俄乌战争的声音，而中国如果入侵台湾或者在南海挑衅，那就是直接触动美国的利益了。到那个时候，一切都覆水难收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当然也希望大家加入会员来收看我们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